山东有一个治愈几千病人的中医，从来没有出过医疗事故，居然被判刑了。其原因是这位中医所开的药被定义为假药。这里究竟有什么玄机呢？根据全网公开的资料是这样的：被判刑的老中医名字叫做侯元祥，他是青岛当地有名的老中医。他们家从事了中医6代，传承下来很多简便的中医药方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字叫侯静，也是中医学专业的，每一天都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患者上门来求诊。侯静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再结合祖传的秘方，把西医所说不可逆的疾病，用很廉价的几十块钱的中药就给治好了。治疗了上千人，几乎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，但是接下来的一场意外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。而正是因为这些中药药剂申办的手续太过于繁琐了，许可证一直没有办下来，因此就被认定为假药。侯静在一审被判处11年的有期徒刑，侯云祥被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。他们只有一个9岁的孙子得以幸免。尽管被这些妇女帮助过的人写联名的起源信，很多人都按了手印，想为侯家证明那些药真的不是假药，但是都阻挡不了一审的判决审理，也阻挡不了一审法官对民间中医异乎寻常的仇视，简直是让人不寒而栗。这个结果也让全国的中医都失去了信心和希望。但是好消息也随之而来，中央专案组因为种种原因将一审判决撤销。这个消息无疑是让关注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并且在这背后，曾经有一个自称背景雄厚的女士曾找到侯元祥，开口1000万想要买断他们家的中医配方。这配方一旦要是被买断，侯氏妇女就再也不能用了。但是侯元祥也知道以后病人如果想要再用到他这个方子，可能价格就从几十几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了。不想让自己家祖传的中医配方被资本所截取，所以侯老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位女士。没想到这位女士她恼羞成怒，还威胁说，如果不卖我，你们就等着进监狱吧。果不其然不到1个月，侯家就被指认购卖假药的罪名被捕入狱。这其中的前因后果可想而知是因为什么。我们是5000年的泱泱大国，至少有4500年是依靠中医支撑的。如果没有中医，我们怎么能做到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文明？再回到2012年，在四川成都修建地铁3号线，意外发现了神医扁鹊的墓葬。经过多位医学、考古等领域顶尖的专家，经过10年漫长的翻译和验证的工作，最终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编写成了一本特效处方大全。然而在刚要出版的时候，日本又多次试图高价买断这本书，而幸运的是，这本书的作者李教授坚决地拒绝了，决定公开出版，让所有老百姓都能有机会阅读到这本书里的珍贵内容。这本书它经过不同的类目进行了分类，并且详细的标注了用法和用量等信息。无论是遇到哪种不适我们都可以像查字典一样找到对应的方法。然而我们再回头看青岛中医侯氏妇女的案件，还是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的担忧。虽然一审已经被撤销了，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没有出来。我们的心就是放不下。背后的出价1000万的女士，如果以这种方式对侯氏妇女进行打击和报复，难道就构不成道德的雪耻吗？如果让这位女士目的得逞，我们看病的价格岂不是要翻上100倍以上呢？如果这个案子不是在网络舆论上大火，那么会得到最高法的介入和支持吗？